大家好，大家可以叫我南红。好，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我从大学毕业以后到现在43岁，都一直在做游戏。那我总共参与的产品有大概有16款。好，然后我从 PC 店开始做，然后现在就开始在做手机游戏。那我的经历大概就是，可能有些人有玩过，有听过，就是《天使之恋》、《禁猎》、《圣经传说》这种 MMORPG。那我后来就去转做 mobile game。那我比较幸运的是，之前的公司就是从基层一路做上来，然后后来一直到新贵上柜，后来成为游戏业这个唯一的上市游戏公司，不是上柜是上市。所以后来有一些想法，对游戏业有一些使命感，所以我就出来创立了火星猫科技。好，我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做2件事情啊，一个是线上，就是做游戏开发。但这一次呢，我有特别的去针对线下去做比较互动式的这种游戏主题的快闪店。好，那我们也算蛮幸运的，就是第一个游戏就有得到工业局的肯定，有得到这个一个奖项这样子。好，那这一块是火星猫专注在做的事情，可能跟一般的游戏公司不太一样。我们线上的话就是只做一个 IP。好，我过去做了10几个游戏，其实每一次的 IP 都是重来的，所以我会觉得说，接下来的10年、20年，我希望是真正好好的去打造一个 IP，不管它有没有成功，我会认为我想做可以累积的事情，不管在整个这个消费市场上面，我相信同一个 IP， 它在用户的取得成本上面都会逐步的降低。好，那再来就是线下的玩家，因为以前在日本的时候 ，OK， 好，以前在日本有分公司的时候，我就很常去秋叶原嘛，那就去 AKB48或者是女仆店，好，那我觉得那种互动式的体验就还蛮好的。那我就希望说，在台湾也可以打造一个这样子的环境。那不管是服务海外的厂商进来台湾，或者是台湾的这些其他新进或者是很优秀的创作者，他可能可以多一个我帮他协助曝光的一个管道。好，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共好的一个理念，所以我去做了这件事情。那我先快速的简单带过我做的产品，这是我们6月底在台港澳上的，我们10月20号会在国际上，那日韩的话会另外授权给别的，好，那这个就是一个算塔防的游戏。好，那我们主要主打的还是就是我们自己擅长的这种可爱风，因为我们在之前的全球市场的营销经验，我们自己是觉得这样的风格是比较好销售的。好，那游戏的话，就是大家可以去下载这个亡灵英雄，可以来玩看看。好，那游戏的部分就是还蛮幸运的啦，就是我也没什么行销预算，所以就是可以弄到下载第一，也是玩家也蛮捧场的，也是平台也有在推荐。好，那我后来也有做像高雄的轻轨少女这边也是我们设计的，其实它就是我的第一步，就是说我怎么去跟台湾社会去把这个动漫的我们这种做2次元的实力去回馈给社会，所以我们就去跟高雄捷运去做了一个合作，我们帮他设计了对应的东西。那都市首长也是这个长官们啊，也是很支持我们在做这种，就是不是只 focus 在游戏的层面，而是说怎么去串联，例如说跟观光串联、跟线下实体串联的这些。好，那因为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啊，其实我不太会去管说他能赚多少钱，或者是他会有什么名气还是什么的。对我来讲啊，都是累积。好，就是火星猫在做的事情，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是可以一直累积的事，不管是线上 IP 的累积，或线下场域的耕耘跟产业的互动，好，串接跨界这种我都喜欢做。好，后来就有跟这个高捷这边有一些合作，好，然后你看也是回应到我这个创业的一个就是跨界。我除了跟台湾跨界之外，我还是希望说我尽量的可以跟其他更优秀的，好，可能国外这个工业，它非常音乐工业上面
好，布达佩斯交响乐团在交响乐上面，我觉得它非常的完整，很多游戏大厂也有跟他们合作。那跟日本的合作，这个音效配音的这种我都有做，好，就是彼此互相学习。好，那因为我要养 IP，这边也可以给就是有想要做 IP 的这个同仁哈，或者是业界的这个伙伴们一些建议，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漫画很能投资啦，因为游戏哈，你出了之后，可能1-2年大家还是会想玩你的新的游戏，不太可能会回去玩3年前、4年前、5年前的游戏。可是你的 IP、你的剧情，当他要回顾的时候，你需要一个载体。我觉得漫画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好，例如说我忽然想要入坑，啊，之后不是会有《灌篮高手》的那个电影吗？对不对？那如果我年纪是小朋友，我不是《灌篮高手》那个年代的，我怎么去入坑去看这个电影？他马上去看漫画就好啦。好，因为这个现在已经电子化了，或者是纸类的收藏，其实都比游戏来的方便哦。然后再就是成本也相对低很多。好，因为台湾的漫画其实大家也很知道，就是说不是只有独立游戏很辛苦，其实漫画家也很辛苦。那既然大家都很辛苦，那不如就大家一起来携手打拼嘛。好，所以我是抱持这个想法去做这件事。我把它连载完了，我花了3年的时间，出了7集，我把它连载完。那这个东西对于你未来，可能你去海外的时候，如果你的发行商喜欢，哎，刚好你这个拿给他叫他翻，你顺便可以让人家在玩你游戏之前可以看一下漫画，我觉得就还不错。好，好，那我今天其实要讲的重点是 Killa Base 哦，就是我的一个线下的品牌。我认为这件事情是未来我跟各位独立游戏工作者比较呃容易有大家一起合作的机会。哦，我前面讲的是我的老本行啊，就是做游戏。那我觉得做游戏这件事好像也不太，因为我的游戏也没有说什么卖到翻掉这种，我也没什么经验好分享给大家的。好，那我主要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就是 Killa Base。我那时候定位就是说我不要做很niche的市场，就是我们觉得自己好的东西哦，要想办法给大家看。当各位在做你们的游戏的时候，你们肯定是觉得自己的东西很屌、很棒嘛，对不对？所以你才会很热忱去做。可是你要让人家玩啊，那如果说每一年你就只能去参加那个电玩展，那你一年能曝光几次？你好像也曝光不了几次，对不对？可能2-3天，然后好像也不能干嘛。所以我就在想说，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场域是那种，就是我3不5时就去吃个饭，然后在里面就可以玩到一些最新的游戏，而这些最新的游戏可能就是会让一些有才华的这个创作人有机会被社会大众看到嘛。所以我就决定要做这件事。可是现在记者都是说我是女仆店了，这个我要澄清一下哈。对，我要澄清一下，因为我有国发基金投资，基本上不会投物化女性的东西啊。我不是贬低女仆店这件事，是说我要做的事情的初衷不是，只是说我刚好我的同事们就是穿服务生的样子，我觉得那是 cosplay， 那是 cosplay 这样子，要跟大家澄清一下。我的 focus 是 ACG 里面的 G，A 我也没有在碰，我相信有其他的厂商在做。C 呢，我只有出自己的漫画，我对出版业其实也不是很了解。但 G 我相信我的经验应该是可以给大家一些帮助的。好，然后呢，我也是第一个跑去跟知名商群，因为我认为要接触社会大众，就是勇敢的面对他们。所以呢，其实我一开始是被打枪的啦，但是后来做了一些还不错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游戏业是一个很有前景的事情，虽然现在很辛苦，可是我觉得未来的生活一定肯定会逐渐的游戏化。你们看餐厅的集点卡是不是看得很像，也是跟游戏的规则一样，几点，那么每日登录按每次登录，然后最后要换什么？其实游戏化已经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了。好，这我历年来的这个 Killa Base， 我们之前是在三创啦，然后也是谢谢三创说愿意这个给我尝试，那我们现在做的还不错。那再来是这个新爵江在高雄，那主要为什么会南北直接开？因为其实
对海外的厂商来讲，他认识台湾就是台北跟高雄是比较认识的，就像东京跟大阪。所以在做整个合作上面的话，北高是一个他们比较愿意跟我们合作的方式。好，那我后来就想说，龙头的星光三月这个也给我们一些机会，我们就想说，就进去在这个顶级的这个百货商场里面去做。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年底跟明年初还会在信义区跟西门町会有新的店。好，那我们可以帮助大家做些什么？就是销售的变现，因为现在玩游戏其实都免钱嘛。其实我会认为现在甚至看片或什么的，几乎很多都是免钱的。那你怎么情感变现？除了一般游戏里面可能会换虚宝，或者是说你是卖单次性的售价，用 Steam，OK， 一次价成交。可是你的 IP 如果要继续延续，后面你怎么变现你的粉丝？让他的情感透过实体跟你产生连结，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趣哦。我看了一部片，我超喜欢的那部片，可是我如果可以买到他的马克杯，可以买到他的杯子这件事情，我相信这个东西对于一个游戏业来说，它是一个额外的一个商机。因为动画业可能就是说 ，OK， 我现在让动画很红，然后接下来我授权做商品销售，所以它可能就是透过票房或者是透过这个实体的销售。可是游戏业就是卖软体嘛，或者是说游戏里面的虚宝。那我会认为这一块呢，如果说自己要去做，以独立的团队的资源来讲，我觉得相对辛苦。而我们自己有在 build 这样子的团队，可以去做设计。我们也可以告诉你说，什么东西比较消费者很喜欢收藏，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 know how 哈。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会有人力啦，因为展场大家都知道，刚才都要自己顾嘛。跟我们做就你不用顾啊，你就偶尔来做个这个粉丝见面会。我们会有一些同事哈，现场的服务生同事会帮你们做一些导试玩啊、导活动啊，这个都是免费的哈。因为对我来讲，就是你们提供你们的产品，增加了我们店内的内容，而我们想办法增加你的曝光。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好的方式。好，可能有人因为进来吃个饭，然后发现你的游戏好像还不错玩，就回去就继续玩这样子。好，这是我们合作的品牌，实际上更多。我们昨天如果有关注我们店的话，我们昨天公布签下那个彩虹社。我们有在看 VTuber 的话，我相信彩虹社跟我们的合作应该对我们的团队是一个很大的肯定哈，因为出海日本特别审查又非常的严谨，好，那些图数什么的，我们被刁爆了，但是可以过他那一关，我就觉得说 OK， 我好像是可以做到一个程度，然后也谢谢他提供这个给我们这个机会哦，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游戏品牌我做了很多 ，OK， 我提一下偶像大师。好，偶像大师的这个董事跟我说，我们是偶像店，不是女仆店哦。因为偶像大师是偶像，他跟我们做。那你看，还有台湾的 VTuber， 我们台湾 VTuber 也做的还是算蛮多的。那我觉得台湾的 VTuber，这个以后可以聊了。我还是觉得说，不管是 VTuber 或者是独立游戏，都是属于资源很稀缺，甚至在整个商业销售上面，并不是特别有经验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多一些交流。那还有一些台湾原创跟这个非游戏类的产品，我们都有做过尝试。好，但以现阶段来讲，我们会比较 focus 在 VTuber 跟那个偶像还有原创游戏。好，在台湾上面，我们会特别的去帮忙这个。好，这是我们的活动记录，就是因为现在的口碑效应哈。现在大家在丢广告的时候，可能你游戏做出来之后，你要去丢广告，你会遇到资本的问题，就是你竞价能不能赢人家，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嘛。可是透过我们的话，我们是属于那种同才式行销，就是我们有自己的熟客，我们也有自己的流量，那这些服务生呢，跟这些熟客就很像同班同学，很像朋友。那你的朋友在这边上班。很喜欢玩游戏，所以呢，当他在介绍游戏的时候，这个转换很高。
好，这也是很多游戏公司跟我们合作的原因，因为我们的流量不一定大，可是我们的转换率是高的。好，你可能会说，哦，我在街边买了一个看板，然后他告诉你有10万流量，问题是阿公阿嬷走过去，他不会下载你的游戏啊，就是那个流量都是没有用的流量。好，可是你在我们店里面是有效的流量，因为都是大家，我相信会去 KRBase 的大概都是在做所有创作者的 TA 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好，那我们现在也是逐步的有在完善一些，就是不管是整个行销版面，好，把大家做成一个快闪的主题店，让你们也会觉得说，我做游戏吼有自己的店，这样也是还蛮爽的这样子。好，我要点哪里 ？OK， 好。这个我要强调一件事，就是我目前还是没有办法接比较新三色的东西，虽然我知道那块在台湾发展的还不错，好，但是因为我现在在百货商圈里面，然后再就是我有国家投资，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哈，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区隔，就是我们很认真在做所有的环节，因为我们在意品牌，我们在意自己的品牌，所以同样的，我们也在意别人的品牌。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大的品牌愿意把他的品牌交到我们的手上，因为我们特别小心，我们会非常的在意店里面的服务生的所有的言行举止。我们希望让这个品牌商所有的创作人觉得他的东西交到我手上，我不会把它搞砸，这是我们自己的要求。我们希望东西不要很难吃，我们希望让大家有一个很好的回忆，好，所以呢，我们就会做这些。那旁边的就是可能会损害品牌的，有些人可能会用一些比较抓眼球的方式去做这样子合作，这件事我就比较没有办法去做。好，这个就是说，你把品牌交给我们的话，是绝对可以放心的。好，那这里的话就是说，如果未来你们有一些那个 IP 需要我们协助的时候，好，我们大概都会说，我们可以做个案子，1个月，我们帮你们开发你们的餐点、你们的周边或者是特点，吸引人，然后消费啊，就是有吃又有玩嘛，对不对？然后时间够长，这个够长你才有预热的机会，对，因为我要洗那个流量，洗百货的流量，好，面对大众，面对我那个游戏的 TA。那这个我们其实已经做了，我们之前有做了9个游戏，那今年12月有12个游戏跟我们签约来做这一块。好，我觉得说，如果各位未来，好，不管是做什么样类型的游戏，其实我都很欢迎啦，我都很欢迎。好，那我们在里面会帮你做的事情，大概就是你要试玩嘛，或帮你引导下载或购买。好，然后呢，如果说你想要来自己办一场那个什么，就是开发心得，或者是跟你的 core user 面对面 ，OK， 我这里写的东西全部无偿，全部无偿哈，就是我们会去看你的产品，说我们会讨论一下要怎么去做你这件事情。好，那店内布置、电视曝光、人形立牌、粉专发文、新闻稿，好，这些我们全部都会做。那我们会做这些事，就是无非是希望说，你们能够得到更多的曝光，然后得到更多人的支持。不然的话，你在那边1年，你有几次曝光的机会？我觉得这件事很可惜啊。反正对我的店里面来说，我本来就很想做这件事情。好，那只是说你们要提供图给我，不能什么图都没给我，我也不知道要怎么介绍游戏。好，也就是尽量能给就给啦。好，对我来讲就越多越好。好，这个就是我们之前案例分享的，我们有做了这几个游戏哈。好，我们就做了这些，我们是很认真做啦。我相信如果你们有去看，说也许其他有做过这种主题快闪店的，我觉得我们相信我们做的东西也是挺认真的。好，该有的这个周边这些都有。好，
然后装饰这种。好，然后如果说你们有周边要放在我们店里面卖，其实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事情，因为第一个百货的柜位真的是有够贵的，好，因为你很难去找到一个说免费的柜位给你放，对不对？而且我选的百货都不是太差的百货都是挺厉害的百货，哦，所以我觉得都是很加分的啦，或者是说试玩，你看我们的这个，你就当你有免费的 show girl 可以帮忙这个推销你的游戏这样。好，那这是周边案例，我们还有做，好像还有做一番赏，反正想得到的都有，就是我们已经做的算很熟练了。好，这些，好布置的桃园的，好这些，然后我这边最后补充一下，就是说，这是我私人的经验啦，就是说我在跟这么多的品牌合作的时候，其实有的很顺利，有的不是很顺利。我讲一下不是很顺利的东西，我会觉得这可以分享给所有的创作人，就是，我觉得不要太提防说你的 idea 或者是你的图数好像会被拿去干嘛，就是对我们来讲不太需要去提防，因为站在我们的立场，我们就是以一个说好，我可能在研发上面可能比大家都做了一些游戏，那我现在出来想要帮大家做这件事，那我的出发点一开始绝对不会是赚钱，因为讲比较不礼貌的话，就是因为大家都还没有红，所以我要赚什么钱？我真的要赚钱的是那些真的刚才看到那些大牌，那才是我真的可以赚到钱的。那只是说，我觉得有母鸡带小鸡的功用，就是可能我是一个，我举个例子好了，我可能跟一个很有名的 ARPG 的品牌合作，那你的独立游戏呢也是 ARPG 的时候，你这个 TA 可能是为了这个母鸡来的，他就有可能认识你，他就会回去玩看看，因为你的 TA 是相近的，母鸡带小鸡，因为如果说单纯只是为了你去开那家店，是不会有人来的，就是说大家就是要能理解这件事，因为你并没有足够的粉丝去撑起那家店。可是，当有一个母鸡站那边的时候，你就可以在它旁边蹭它的流量。我觉得逻辑是这样。其实这个东西在演艺圈也很正常。梁静茹当初也是在五月天中间的串场上去唱歌，那他实力很好，所以他被看到了，对不对？周杰伦也常常带一些人让他上去唱歌，这个是一个曝光机会。可是你会不会红，最后还是回到你自己身上。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让你被一些可能你平常没办法被看见的人，让他看见。好，那在整个合作上面，我会希望说大家是比较大方一点的，是说我就是求一个曝光，我就是希望说我能够有这些合作的经验累积。有些人会说我可能给你2张图，我怕你给你5张图，你会把我拿去干嘛？实际上这个都不是我们的营收重点，因为你给的越少，我们就越难去帮你做操作。投广告素材也是嘛，你丢了2个广告素材上去，你就再不丢了，那你要演算法丢什么东西出去？好，所以我会觉得说，当大家还没有说真的得到一个很好成绩之前，我是觉得彼此之间携手合作，去创造共好这件事情很重要。好，这个就是 Killabase， 我觉得我今天来这个跟大家分享，我认为说，在未来如果你们有其他产品已经快要上线了，或者是已经上线了，但是好像在行销上面有想要玩一点什么东西，都可以来找我们，因为我们现在的店，虽然我现在台北会开比较多啦，但是我这个高雄也还是有，好，目前只是台中目前没有就是了，好，大概是这样子，谢谢大家。